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都知道一句成语叫做“50步笑百步”。这个成语呢是出自于孟子的《梁惠王上》，是说梁惠王对孟子说你看我一向是勤政爱民，对老百姓非常好。这一点呢，我觉得我比周围附近的那些诸侯国的国君们要好很多。但孟子，你看我做的这么好，那为什么其他国的国民们不来投奔我魏国呢？然后孟子就给梁惠王讲了这个50步笑百步的故事，意思就是告诉梁惠王，你和其他周围附近的那些君王们没有什么区别，就像是打了败仗的那些逃兵，逃了50步的，却笑那些逃了100步的，其实二者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后世呢就用50步笑百步这个成语去讽刺那些本来所犯的错误性质基本相同，但只是程度有所不同，却仍然去嘲笑别人的那些人。孟子是战国时代的人，梁惠王其实也就是魏惠王，也是战国时代的人。所以这个故事的背景如果是放在战国时代的话，那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战国时代确实是你跑50步与跑100步没有任何的区别，追赶你的人只要他还认为能追上你，一定会穷追不舍。而如果将这句成语的背景放在春秋时期的话，那性质可就完全不同了。也就是说50步与100步的性质完全不同。据中国古代的兵书《司马法》记载说，古者逐奔不过100步，纵随不过3舍，是以明其礼也。意思就是说，追逐逃兵最远也不能超过100步，如果是跟踪那些已经承认失败的敌军，也不能超过3舍，一舍是30里，3舍也就是90里，这就是礼仪。所以在春秋时期，刚刚跑了50步的那些逃兵，完全有资格嘲笑那些已经逃出了100步之外的逃兵，因为二者的性质完全不同。50步的逃兵尚处于战争状态，没有脱离战场，而逃出100步的则已经是在战争范围之外，所以50步的完全有资格嘲笑100步的不勇敢。不过呢，这也只是春秋时期的战争准则，到了战国时期，那就是另外一番风景。就如后世的某位太祖皇帝的那句名诗一样，一将胜勇追穷寇，管你跑了多远，只要我能追上你，我就会杀了你。春秋战国这两个词呢，大家经常是放在一起说，二者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不同之处也是非常的明显。特别是在战争方面，春秋和战国更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完全不同的一些人在进行战争。如果单纯从战争爆发的次数来看，战国时期是254年，爆发的战争次数为230多次，而春秋时期在总共只有242年的历史中，却总共爆发了448次战争。从这点上来看，似乎春秋期间更加的是战争频繁，但实际上完全不是。春秋和战国期间爆发的战争，不管是从战争的规模、参加的人数、持续的时间以及战争的烈度、死亡的人数上来看，二者都有着本质的区别。战国期间，我们以前讲过长平之战，这一战就持续了3年多的时间，双方投入的兵力加起来超过了100万，而最终双方的死亡人数也有几十万之巨。而在随后爆发的秦国灭楚之战，王翦率领的秦军就高达60万人。而在春秋时期呢，春秋时期最大的战争之一，晋国与楚国之间爆发的城濮之战，当时晋国、秦国、齐国的联军总人数不过是700城，700城又是多少人呢？一般来说，4马3士为一城，后面再跟着数量不等的步兵，通常来说一城差不多是20个人，那700城也就是14000人。晋秦联军的部队也就这么多，对面楚国的兵力也差不多，所以双方的兵力都加起来也不过只有3万之众，整场战役也不过只持续了2-3天时间，死亡的人数各方也不过只有几百人。这样的战争规模、战争烈度放在战国时期的话，恐怕连个遭遇战都算不上。一说起春秋时期的战争，很多人都认为那个时期是战争频繁、民不聊生，他们认为这样说也是有依据的。依据呢，就是孟子曾经说过春秋无义战，但实际上孟子所说的义与我们通常理解的义可能会有所不同。孟子认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才叫做义；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则谓不义。孔子在《论语》中也有类似的论述，
说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以孟子的意指的是下达发动战争的这个人是不是天子。如果是，不管这战争怎么样，那都是正义的战争。如果是诸侯自己发动的战争，那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那都是不义的战争。但实际上呢，自周平王东迁以后，周朝王室式微，诸侯势大，很多战争确实是由诸侯发起的。比如说那些春秋五霸们发动的战争，但也不能说这些被发动的战争都是无义的。至少和战国时代相比，春秋时期的战争更加温和，更加有底线，更加符合普遍意义上的义的原则和中国文化中的礼的原则。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春秋时期的战争到底是什么样子，那些参与这些战争的人，那些贵族们，他们对于战争的态度，以及在我们中华文化中被遗失了长达2000年之久的，至今仍然无法找回的贵族精神。春秋时期的战争与以后的战争相比，首先从发动战争的目的上就有所不同。比如说出兵的名义，有一种名义呢叫做讨，讨指的是以除掉弑君之贼为目的的出兵。就是说你的国家出现了弑君之贼，而你本国又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其他的诸侯国就有道义上的责任去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去除掉那个弑君之贼，这叫讨。另外还有一种叫征，征者正也，就是纠正的意思，它指的是一种上对下的行动，或者是天子对诸侯，或者是受命的大诸侯国对待那些犯了错的小诸侯国的行为。因为是以这样的名义出兵发动战争，所以也就导致了战争最后的过程和结果与以后的战争是完全不同的。首先，发动这些战争并不是为了占领对方的土地，把你打疼了，让你知道错了，这场战争也就结束了。其次，因为是站在道义的角度上去给对方纠错，那么自己这一方就应该要做到道义上的无亏，所以也就不能滥杀无辜，不能随意的肆掠对方的国土，这样战争的烈度和死亡的人数也就非常的有限。在国语中曾经说大刑用甲兵，也就是说在当事人看来，对某一国家错误的最大的刑罚就是派兵去纠错，所以要惩罚的也只是那些犯了错误的人，不会殃及无辜。当然了，我们不能说所有这些战争都是出于道义的目的，而没有利益的考量。春秋时期也有很多的小国被吞并，很多的大国也是在不断兼并周围小国的基础上逐渐的发展起来的。但那些被吞并的国家通常都是非常非常小的，有的可能也就是1城2城，所谓的灭国之战可能也就是1战而已。这些小国被吞并的原因各有不同，当然不能说全部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错，肯定会有那些大国在利益上的考量。再有一个不同呢，就是在春秋时期的参战人员都是贵族，那些平民要做什么呢？平民是在平时的时候交纳贡赋，战争的时候顶多从事一些后勤保障工作，他们不会直接参与作战。作战是贵族们的责任与义务，也是他们的荣耀所在。因为参与作战的都是贵族，所以就使得春秋时期的战争与以后的战争完全不一样。首先，参战人数肯定不会太多，因为贵族的人数是有限的。其次，战争的烈度或者说战争的残酷性远远不如以后的朝代，那是因为贵族们的作战行为是有节制的。对于他们来说，参与战争是为了义，而不是为了利。相较于后世的比如秦朝的那些士兵们，他们所砍的人头数就决定了他们的军功等级，甚至可以说决定了他及他家庭的一切。而贵族们参战则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动力。再有呢，就是血缘关系。大家知道，西周建立以后，周天子将土地分封给了他们周氏子弟以及那些功臣们，功臣与周氏子弟之间也经常的发生通婚，所以贵族之间们的亲戚关系可谓是盘根错节。今天在战场上的对手很可能就是你的二叔或者是你的三姑父，你又怎么能下得去狠手呢？再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春秋时期的那些贵族们，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行为准则，就是礼。礼并不是我们大家通常印象中的那种繁文缛节，那种丧礼、葬礼、婚丧嫁娶中的种种的程序，而是一种更深层的东西。在《左传》中有这样的记载：礼以顺天，天之道也。
所以说礼是顺应上天意志的产物，是天道的表现。左传还说，君子之不略右见，位于天也。从这个角度来看，礼对于春秋时期的贵族来说，并不仅仅是一些行为规范，而已经上升到了宗教的层面，实际上就是敬畏上天。以上的这些特点也就决定了春秋时期的战争呈现出与以后所有战争的完全不一样的风貌。首先，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战争的烈度和破坏性不是很大。其实这一点，只要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算术题就可以了解。刚才说了，春秋时期的战争总共爆发了448起，这些战争大多持续的时间很短，也就是1、2天、3、4天的样子。其中比较长的，像吴军攻入楚国都城的那场战争，总共持续了10天时间，这就算比较长的了。那么平均来说，我们就说每场战争持续的时间是3天的话，那么448起战争所带来的战争时间，也就是总共只有4年的时间。而春秋时代总共的时间是242年，那也就是说，在春秋期间的大部分时间是和平期间。春秋期间虽然看起来战争爆发的密度比较频繁，但大部分都是小打小闹。而到了战国时期呢，以前我们讲过，长平之战历时3年时间，就这一场战役就几乎相当于春秋时间所有战争时间的总和。因为平民们并不参与作战，所以战争对平民的影响也就降到了最低，他们仍然可以从事他们正常的生产生活。战争让平民走开，这本身也是一种非常仁义的行为。老百姓平时交纳赋税，养着那些贵族们，而那些贵族们平时并不从事生产，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当战争爆发的时候，他们要站出来去保护国家，保护自己的家园，这是他们的工作，也是他们应尽的责任。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在，凡是将平民卷入的战争，我认为都是非正义的，都是不人道的。不管这样的战争被戴上了什么样的高大上的冠冕，说什么人民战争名誉，只要它是战争，就不应该让平民来参与。战争不仅应该让女人走开，也应该让平民走开。战争应该只是军人之间的行为。也是因为参与战争的都是贵族，所以战争的规则与以后的战争截然不同。在司马法人本中有过这样几句话：不委实，不利民病，所以爱物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其民也。简单的说，就是不违背农时，不在农时的时候作战，不在疾病流行的时候作战，不趁敌人国丧的时候出兵，也不能趁敌国灾荒的时候去进攻他。冬夏的时候是不兴兵的，这是为了保护两国的人民的生活。此外还有不鼓不成列，不斩来使，不重伤，不杀老幼，不欺诈，不搞突然袭击，不搞夜袭，还有不杀二毛。不重伤指的是不能伤害那些已经受伤的对方士兵，二毛指的是那些年龄比较大的对方士兵，他头上不仅有黑发还有白发，这叫二毛。所有这些礼仪的规范其实都是为了最大程度的降低战争的伤害，这样就使得春秋时期的战争有时候更让我们觉得像是一场竞技，双方只是为了争一个输赢，并不会伤及对方的性命。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比如说公元前597年，晋楚之间爆发了卞之战，在这场战役中，楚国获得了胜利，晋军战败，晋军的兵车突然陷进了泥坑中，拔不出来。这时楚国的士兵已经追到了，晋国的士兵就对楚国的士兵说大哥，你看我的马车陷在泥里了，你看我该怎么办啊？楚国的士兵并没有冲上来去砍他们，而是教他们，让他们把车前的一个横杠卸掉，这样你们就可以从泥坑中拔出来了。晋国士兵照办，拔出了泥坑，他们就继续跑，楚国的士兵就继续追，追着追着，晋国的马跑不动了，晋国的士兵又回头请教他的楚国大哥们，楚国的士兵很有耐心，又教他们说，你呀，把马车上的那些没用的东西赶紧卸掉，把大旗也扔掉，这样减少空气的阻力，马就不会这么累了。晋国的士兵又照办，军车又跑了起来。晋国的士兵很高兴，回头还跟追赶他的楚国士兵们开玩笑说，物不如大国之数奔也。意思就是说，您楚国是大国，经常打败仗，所以我没有你们逃跑的经验丰富。一向惜字如金的左丘明记载了这些其实并不重要的对白，恐怕是他也有感于
当时楚国人的绅士风度和晋国人的幽默吧。春秋时期类似的战争，我们最熟悉的恐怕是宋襄公的洪水之战。这是因为后世的毛太祖对这场战役中宋襄公的表现说宋襄公是蠢猪般的仁义，原因就在于宋军已经列队完毕，随时可以发动进攻，而楚军那时候正在渡河。当时宋襄公下面的一个臣子向宋襄公建议说，我们能不能半渡击之，这样必能获全胜。宋襄公知道，如果他现在发动进攻的话，那么可谓是胜券在握，但宋襄公没有这么干。宋襄公的解释是不鼓不成立，在对方还没有排好阵型的情况下就发动战争，这是一种违背礼的行为。结果宋军就等着楚军从容地排好阵型，然后两军鸣鼓开始交锋，最后的结果是宋军大败。宋襄公在1年之后也去世了，至死宋襄公也没有后悔自己当初的决定。对于他来说，遵循礼的原则比取得一场战争的胜利，甚至比他的生命更为重要。作为殷商贵族的后裔，他这样做对得起他贵族的身份。他当然渴望胜利，但他更要赢得合理，赢得高贵。礼对于他来说并不是一些迂腐的礼仪，而是他们这个阶级所不能更改的文化信念。后来的史书在评价宋襄公的行为的时候，大多是持赞许的态度。在《春秋公羊传》中就说，宋襄公的行为临大事而不忘大礼，以为随文王之战，宜不过此也。司马迁也说，襄公之时修行仁义，褒之。而再往后，对宋襄公的评价就越来越低了。有毛太祖说的蠢猪式的仁义，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宋襄公的行为是将个人的道德追求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现在有些人呢，张口闭口就是什么国家民族的命运，把自己架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却似乎浑然忘记，即使是他们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也正在受到侵犯和剥夺，以及在他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对弱势群体的伤害。他们只陶醉在他们高大上的口号之中，在意淫中将自己变成了高高在上的那些人。宋襄公的行为并没有变，但对他的评价变的不是宋襄公，而是评价宋襄公的环境。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对另外一起历史事件的评价之上。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曹刿论战，也就是一鼓作气这个成语的出处。曹刿论战是《左传》的名篇，后来也编入了中学的语文课本。教材强调的是曹刿论战的计策。他说，夫战勇气也，再而衰，三而竭。所以当齐军第一次击鼓出击的时候，鲁国并没有击鼓应战，让齐国人扫不打眼的回去了。二痛鼓起，秦国人又发动进攻，鲁国人又没有击鼓迎战，齐国人又只能回去了。到第三通鼓的时候，齐国人气势已衰，而楚国人此时才击鼓迎战，结果鲁军获得了大胜。教材中是夸奖曹刿机智，不墨守成规，但今天我们重新回顾这起历史事件，我们就会发现，当初教材教给我们的东西是坏的东西。让我们重新解读一下曹刿论战。据史料记载，曹刿的先祖也曾经是贵族，但到了曹刿这一代，已经没有了自己的封地，算是没落的贵族。这从曹刿见鲁庄公之前和他的一个朋友的对话就可以看出来。当时曹刿跟他的朋友一位乡人说齐国要进攻鲁国，我要为鲁国出谋划策。那位乡人则说这样的战争，肉食者谋之，和你有什么关系？曹丕说道，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由此我们也能看出，曹刿并不是肉食者，他的身份也许是介于平民跟士之间，所以他的游戏规则与贵族的游戏规则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齐军在敲完第一通鼓以后就发动了进攻，但因为没有听到鲁国的战鼓之声，所以齐国军队只能退了回来。那么齐国军队为什么要后退？他完全可以不在乎鲁国是否击鼓应战，直接冲击就可以了。反正鲁国的军队已经排好了阵型。齐国人这样做实际上是在遵守当时的军礼，也就是当时战争的行为准则。对方没有击鼓应战，就是说明我还没有做好准备，你就不能过来进攻。而齐国人也深信这一点，因为以前的战斗都是这样打的。曹刿的所谓聪明之处，其实不过是占了齐军守礼守规则的便宜。
而教材肯定曹刿的行为，实际上就是鼓励这种通过无视规则而获取利益的行为。不管是在春秋还是在现在，这都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教科书没有告诉我们的是长勺之战以后发生的事情。长勺之战2年以后，也就是公元前683年，宋国与鲁国又爆发了战争。这次鲁国又用几乎一样的打法打败了宋国。他们是在宋国还没有列阵完毕的情况下就发动了进攻，一战而胜。虽然史料上没有直接说这场战役鲁军的指挥官是谁，但从这种无赖的打法以及时间上来看，毕竟与宋一战是在长勺之战的2年以后。长勺之战，曹刿赢得了鲁庄公的信任，所以2年以后的战役很可能也是由曹刿来指挥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最终靠的还是实力，不能依赖这种无视规则的使诈抄近道。鲁国的捷径并没有走得太远。3年以后，齐国的大军又杀过来了。这一次，曹刿的招数已经不管用了，鲁军是3战皆败，只能在柯地与齐国言和，割让土地给齐国。在这次和会上，曹刿又大大的出了一番风头。会议开始以后，曹刿突然持利刃冲向齐桓公，将齐桓公劫持，并迫使齐桓公退还鲁国刚刚答应赔给齐国的土地。齐桓公无奈之下只好答应。曹刿就这样大大方方地回到了本方阵营，就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似的。齐桓公马上就想反悔，但旁边的管仲阻止了他，说不可，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源，不如与之。就这样，齐桓公痛痛快快地把土地还给了鲁国。表面上看起来，鲁国是最后的胜利者。曹刿又一次用这种无赖的行径为鲁国争取了利益。但从长远上来看，曹刿和鲁庄公的行径使得鲁国本身谨守周礼的国际形象受到了严重的破坏，鲁国从此失信于诸侯。而齐国呢，在管仲的沉着处置之下，这次劫持事件巧妙地转化成了一场树立齐桓公霸主形象的无比精彩的路演。齐国从中获得的战略利益远远大于失去的那几块鲁国的土地，所以实际上齐国才是这次劫持事件的最大受益者。看过我以前视频的朋友可能会问，在荆轲刺秦王那一集中，我就提到了曹沫劫持齐桓公，劫持齐桓公的不是曹沫吗？怎么会变成了曹刿呢？其实曹沫与曹刿很可能是同一个人。在古音中，刿与沫发音非常的相近。还有一种说法是，曹沫实际的写法应该是曹魏，也就是3点水加一个未来的未。这样的话，在读音上跟曹刿就更加的接近。此外，更直接的证据就是在战国时期编纂完成的《管子》一书中，在提到齐桓公被劫持的这次事件中，使用的名字就是曹刿。《管子》是齐国官方编纂的史书，而且距离事件发生的时间又比较近，所以它的记载是很有说服力的。在纸张发明之前，古人的史书都记载在绢帛上或者是在竹简上，这样就非常麻烦费时，而且成本也很高。所以古时很多的史书都是口耳相传，所以这样就很容易出现同音不同字的情况。教科书只会称赞曹刿的机智和他不走寻常路的魄力，但教科书不会告诉我们为什么曹刿使诈就能够得逞。其实那是因为春秋期间重信守义的环境，曹刿的种种行径其实就是背信弃义。教科书只会告诉我们，曹刿的奇谋使鲁国得到了一时之快，但他不会告诉我们，鲁国却因此失去了最长远的利益。就像教科书经常教育孩子们说，落后就要挨打，他本意是想教育孩子们爱国，却教会了孩子们慕强和认为弱小就是原罪。挨打是有原因的，是因为落后并不值得同情。如果对于国家来说是这样的话，那么同样道理，如果是对于个人呢？是不是弱者本来就应该被强者欺负，被踩在脚下？因为他们有罪，弱就是他们的罪。说起贵族，很多人首先就会想到贵族的特权，但实际上这种印象是来自于现代社会的那些所谓的贵族，其实他们最多只能算是富族。富与贵可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贵族应该具备3个特点：第一是他文化的教养，第二他是社会的担当，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他要有自由的灵魂。
春秋时期贵族的地位堪与国君比肩，他们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因为他们的封地是世袭的，并不是依赖于国君的赏赐，也不是国君能够随意剥夺掉的。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会更加珍惜自己的地位，视荣誉如生命。这也就是为什么随着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贵族阶层也就慢慢的消失了。特别是到了战国时期，后来秦国统一天下，建立的是中央集权制，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人手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以下的所有人其实都是皇帝的奴隶，他们都要仰仗皇帝生活。贵族们早就没有了自己的封地，他们的权力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的一切都要依赖于皇帝的恩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已经失去了作为贵族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自由的灵魂。所以随着分封制的消失，贵族也就消失了。贵族以及贵族精神在中国也就持续了不到200年。而在欧洲呢，公元9世纪建立的分封制，贵族也就由此产生，一直到了19世纪，总共持续了1000多年。这也就难怪贵族精神或者说是骑士精神对西方社会仍然有着长久的影响。而中国呢，这个2000多年前深刻的植根于民族的血液中的贵族精神却早已经消失，再也没有回来。借荆州、完璧归赵、田忌赛马，这些造假、不诚信、无视规则和契约精神的行为被当作智慧来宣扬，而不杀二毛、宋襄之人结婴而死，这些遵守规则、重视荣誉感和人道主义精神的行为却被嘲弄了几千年。所以厚黑学成了畅销书，成了再版次数最多的成功学的专著。厚黑与成功就这样紧紧地挂在了一起，就好比流氓与无耻紧紧挂在了一起。在恶化的生存环境中，贵族是没有生存空间的，因为在这里，高贵、矜持、理想主义会很容易的被随机应变、不择手段所击败。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中，当贵与贱变得浑浊不清的时候，同样分不清楚的一定会是是与非、黑与白。大行其道的一定是现实主义、贫困文化和流氓文化。有人说中国社会不需要贵族，我们要的是人人平等，但他不知道，实际上贵族是一个社会的精神旗帜。有人说中国不需要贵族精神，那是西方人的玩意儿，我们不在乎。可是他却不知道，这份精神所带来的精致与优雅，曾经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祖先的血液之中。它已经失去了几千年，而且现在还有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